前几天呢，我就有跟我太太去吃一间点心楼啊，然后我们就有叫她的那个皮蛋粥来吃，哇，很好吃哦，真的很好吃。然后回到来我们还在想念着啊，然后就我扁了要自己动手啊。这一期我就跟你们分享皮蛋粥。第一步呢，我会先来处理那个米啊，因为如果你要那个粥滑滑呢看不到那个颗粒的，关键就在那个米啊。有一个方法可以做的，其实是有两个方法，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搅拌机搅烂，还有多个方法就是我用的这个方法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首先准备一个盆，把米给洗一洗。我准备的分量是1杯的米，1杯的米已经可以煮一大锅的粥了。洗好之后，再加清水进来浸泡15分钟。过了15分钟，就准备一个滤网，把米给取出来。如果要煮出又绵又滑的粥呢，你就必须要先把米拿去冷冻。经过冷冻，米粒的组织就会受到破坏，遇到热水后，米粒就会变得松散。冷冻的话，至少要超过4个小时以上，或者是半天的时间。好像比如说你今天要煮的话，你昨天晚上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动作了。好，就这样包上一层保鲜膜了，拿去冷冻。好了，半天的时间过去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以准备1盆的水来退冰，把米放进来。再用滤网把米取出来，好，搞定。现在可以来开始煮粥，建议大家用电饭锅会比较方便。米的话是1杯的分量嘛，那你可以加回6到8杯的清水。记得如果你的粥煮到太过浓的话，是可以加汤加水去自己调的。如果是煮到太过水的话，那就会比较难了。所以6到8杯的水，我觉得 OK 是没有问题的。加好水之后，放到电饭锅开煮粥的模式，让它自己去煮。在等的时间呢，我们可以准备其他的材料。准备姜，先切片，再切成姜丝。把姜丝放到水里，防止氧化。这里我准备了一些瘦肉，加生抽、胡椒粉、香油进来，抓一抓拌均匀。然后下一些玉米淀粉，再抓一抓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先放一旁，让它去入味。准备皮蛋，你在切的时候，你可以在刀子沾上一些水，或者是沾上一些油，会比较好切。是有一点效果的，你看那个蛋黄不会粘到太过多在刀子。开成4条了，再把它切粒。皮蛋切大颗粒一点，口感肯定会比较好。OK， 皮蛋搞定，准备适量的葱花。粥这里呢已经煮好了，来看一下，是不是很绵很滑？好了，现在可以来开始煮皮蛋粥了。首先准备砂锅，先开火预热，加少许的油进来，姜丝进来爆香。姜丝爆香后，加鸡汤进来，或者是要加清水也是可以。先加适量，不要太多。等下粥进来了，水不够可以再慢慢的加。加完汤后，粥跟着进来。粥的话就看你自己吧，可以煮大锅，可以煮小锅。先把粥弄散，和汤混合在一起了，我们才转到大火煮开。好，现在已经煮开了，我们先下瘦肉，就保持中小火把瘦肉煮熟。调味的话，我只是下盐和胡椒。如果是用清水来煮的朋友们，可以再自己加其他的调味料。
还有呢，就是皮蛋，皮蛋本身也是算是一种调味料，皮蛋是有鲜味的。好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先自己试一下味道，如果味道不够的话，可以自己再调。最后呢，我们才下皮蛋。皮蛋进来之后呢，就不用再怎样去煮了，只需要把它搅一搅拌，再给它滚多1分钟的时间。好了，熄火完成。在出锅前呢，可以滴几滴的香麻油进来。要吃的时候再撒上葱花，健康美味。哇，很香很香。哇哦！哇，来看一下。哇哦！那个葱花你们要吃的时候才放了哦，要吃的时候才放，看到吗？是不是很滑？拿一碗来吃啊！那我吃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再自己加多一点胡椒粉。然后再捞一捞哈，哇，有点满，有点满，哇，那个皮蛋呢它本身就有鲜味哦，所以我们在调味哦，我只是放盐罢了因为我们有用那个鸡汤嘛试一下，哇，味道超级的鲜，我不知道怎样讲，可以做生意哦，这个真的可以做生意哦，好吃。再吃一下它的肉，那个瘦肉呢，你们就尽量切成条状，然后切小一点它比较，因为如果瘦肉大大高的话啦，就那个口感不是很好嘛，对吧？然后煮粥的话啦，其实你要用清水，你没有你没有那个鸡汤的话，你就用清水咯，清水也可以，但是你要自己在调味那边下功夫咯，可能你可以加1粒鸡精块这样子或者盐下多一点它的味道才够了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